我不出去，出去干嘛去？多没劲啊！哎呀，一个人在家喝点小酒，挺滋润的。我真不爱说你，咱俩第一天认识啊，我不了解你，滋润什么呀？你不被逼到这个份上，你一个人在家喝酒。我知道你表面上平时都是高高兴兴、风风光光的，这外边有吃不完的饭、喝不完的酒，乌泱泱的围了好多人。但你说一句实话，你告诉我，回来以后有一个人能跟你说话吗？一个，鹦鹉不算。哎，那你都离了3次婚了，怎么着？你还打算再找吗？我特别不爱听这句话。谁说离3次婚就没权利再找的？谁告诉你的？你就离8次婚，别人管不着你啊。问题是你自己就不怕折腾吗？不折腾我怎么知道我活着呢？活着就是为了折腾。答对了100分，来给个酒杯。虽然说男人不是好东西，但这个东西你真的不可以没有，明白吗？你就跟睡觉一样的。你说你睡觉，你没有床上用品行吗？你没枕头可以，你没被子行吗？行吗？不行。虽然我们说可以，我们不去用那些特别贵的什么绫罗绸缎、蚕丝呀什么什么的，你总得有床布的吧？要不然你冷啊！啥都别说了，你打扮打扮，跟我去挑床上用品去。哎呀，不去干嘛去啊？咱俩喝成这样。再说你的床上用品，让我用，我可能还睡不着，对吧？我的床上用品，我能舍得给你用。不过就你这样啊，的确也是。你等会儿，怎么着？你要招人来呀？你别乱打电话啊！我这门不开的啊。你这不真喝多了？你别乱。哎呀，这。哎 ，Peter， 是我啊。哎，你这2天哪天有空啊？我有一个姐们儿，长得特好看，也特有气质，但是特别不会打扮。你给她造型造型。明天可以啊。你明天什么时候？明天不行。明天行，好，那这样我把他电话发给你啊，你别不接电话，到时候我让他给你打。他姓唐啊，就这么着。哎，拜拜，明天。我明天有事儿。你有什么事儿啊？你有什么事儿那么重要？你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自己不清楚自己现在的情况是不是？你女的，你如果不爱自己，没有人会爱你。太笨了，能活到现在，我真服了你。你刚才说活着是为了什么吗？折腾。我没说过这样的话，不可能，这不是我的语言风格。我告诉你一句大实话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和不爱自己的女人。那我是懒女人呢？你俩都是。哦，知道。你真的要相信我，我撒钱服了。我给你凑了3次份子钱了，我当然。你别打岔。我撒钱服了。这撒钱服之前的事儿我就不跟你说了，我怕吓着你。以我对男人的了解，我告诉你，这世界上就没有一个男人他不好色。那我也不能为男人而活着呀。所以你要让男人为你活着，明白吗？哎，开车的男的你喜欢他呀？谁呀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你说我怎么看出来的？我一个有撒钱夫的女人，看这个太容易了。就刚刚你俩下车，一关车门，就你们俩散发出来的那个磁场和波段，完全的跟正常的关系不一样。你还看出什么来了？我还看出来你这次比上次滋润的多，明显的一副不缺水的样子。哇塞，你这已经成气候了。那当然了。哎，我跟你八卦一个事儿。你是不是刚刚提完那男的？这你都知道？我还以为你是第6感呢。我还听到你的八卦了。什么？你跟一个健身教练？这是八卦吗？这是事实啊！天哪！我知道了。那你开这个健身房就是为了他？有这样一个男的，宽肩膀，小窄胯，8块腹肌，然后2条深深的人鱼线，你觉得这样的男的我怎么能放过他呢？你说的我的哈喇子都快下来了。所以说，我跟你说，爱情也是一种资源，这种资源不能浪费，就是把账分清楚就行了。哎，我这已经第3家了，你感不感兴趣？感兴趣你投一点。我回头这个再说。他在哪儿？长什么样？你8块腹肌的？今天给我签合同去了。你藏起来干嘛？我是那种藏的人吗？我向来做事光明磊落。你们俩现在到哪一步了？你不是刚离婚吗？
你幼稚啊，大姐！离婚怎么了？离婚又不是生孩子坐完月子以后还得耗个1年半载的。我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啊！我不能把我大好的青春就这么一直无休无止的在疗伤中度过呀。你受过伤吗？我知道你的疗伤办法了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快速的找一个男人来做你的创口贴。你们俩，我敢保证，肯定是你先追求的他，对吧？不用对吧？是肯定的。我这样的，你觉得是被动型选手吗？被动对于我来说根本没有吸引力，我这是传说中的主攻手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定律：女人只要敢主动出击，就没有办不下的男人。你相信我这句话。兰姐，我是 Foster 吧？我是 Firster。哦，红姐，我下星期要去巴黎去1个月的时间，所以也要给你完整的一天，给你做个全面的、一丝不苟的头发护理。哎呀，我的鸡皮疙瘩！星期几啊？我的时间很满很忙，我要给你安排一个特别的时间。我也很忙，我的日程安排的也很满。你以为我不忙？大姐，有些事情能推就推掉啊，你得对自己好一点。你挣那么多钱干嘛？挣得过比尔盖茨吗？挣到最后连个跟你分享的人都没有，你不觉得你很失败吗？挣钱不是生活唯一的目的。你告诉他生活唯一的目的是什么 Enjoy， 哎，enjoy是什么意思？享受。对，享受啊！来，咱拍一张，快！哎呦，我太喜欢你这身打扮了！哇，衣服太漂亮了！来，生意兴隆。耶！再来张竖的。洗手间在哪儿？憋死我了。哎，2楼，你去。好。上去左边啊。哎。你能看出来我喜欢他，那你觉得他喜欢我吗？我刚刚跟你白说了，我说那么多，你完全没听进去。他喜不喜欢你不重要，重要吗？你喜欢他就行了，你主动就行了。只要你主动，没有你拿不下的。我看你现在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状况，我给你分析一下，你现在属于这个应该是寂寞空虚，是吧？啊，那个呢，我分析99%的可能是孤枕难眠。我觉得你俩完全可以在不妨碍社会治安的前提下，干柴烈火的试一把，搞不好能做一顿大餐呢。只不过这顿饭你买单，怕啥？咱有的是钱啊！你说你挣那么多钱干嘛？这身衣服几千块，做个面膜几千块，图的什么呀？图的就是我高兴，我漂亮。这个也一样，我图的，我喜欢吃。你说我们啊，都不3不4的年纪了，再这么耗下去，耗不起。现在人大叔都能找萝莉，凭什么我不能找一帅哥呀？我要这个分手，我下一个找的更年轻。你又想歪了不是？那只要你们2个人是真爱，别人他管得着吗？有那么多真爱吗？运气好的图个真爱，运气不好的就图个真爽吧。什么事儿？给你。啊？给我啊？拿着吧，你那手机不是老中毒吗？不是，就偶尔一次，现在好了，我有的用。哎呀，你拿着吧，这个号是186的，可以发微信，可以上网，很方便，免得你手机坏了我还找不到你。你想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回来，坐下说。唐总，这公司里边人啊都议论呢。议论什么呀？议论我们俩？谁在议论？议论咱们俩嘛？是议论休假，就奖励休假这事儿。是不是个个都很兴奋啊？唐总，我觉得吧，能不能不每次都奖励集体休假？啊，能不能把这时间给他们个人，让他们自己去安排？你比方说我吧，公司每次集体休假我都得去，人树苗就得在家待着。
而又不能带着他，那就算能带，那去什么度假村啊、桑拿呀、卡拉 OK 唱歌，带着他也不合适。还有咱公司好多小年轻人谈恋爱，都希望能有自己的空间。你说平时上班都是大伙在一起，好容易休个假，还是这些人在一起，您说呢？我说呢，今天我宣布完休假，大伙儿也没什么反应，我还有点纳闷呢。休假都很高兴，不想集体休假啊！这个电话，哎呦，你总算接电话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别人送给我好多大闸蟹，你说我也不吃活杀的。你今天下午早点下班，我给你送回去。那行吧。一会儿咱们早点走。啊，去哪儿啊？回家。您要在家里招待人啊？对呀。唐总，给你提个意见啊。以后尽量别在家里招待人，尤其晚上。你说，你一个人住，知道人太多了，不安全。兰姐多少年了？兰姐没问题，可她认识那些人都杂七杂八的，他们有问题没问题，谁知道？还得小心。你就说他给你介绍那剃头的，我见着那人就别扭。不是，人家怎么是剃头的？人是造型师，好不好？那我去了。这么早还回来啊？打完电话飞了似的往回赶，这包挺好看。是啊，你从法国买的，给我带一个吧。好像不太适合我啊。那是。我说你怎么不着急呢？啊，原来有一个备胎啊。虽然人家是个司机，但你也不能说人家是备胎吧？你不让我躲他远点吗？别让他给打了主意。哎，我是让你别让他打了主意，没说你不可以打他的主意。区别吗？区别大了。这个，你要让他打了主意，你会很惨；但是你要打他的主意的话，你会很爽。女流氓啊你，是吗？这就是过手的男人多了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以前像你一样，特想找那种一步到位的、特别成功的、一次性解决问题。我甚至报了一个商学院，但是我发现那些成功的所谓成功男士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首先，他们不会和咱们玩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们要找就找那种小萝莉，年纪又小又漂亮，然后对他们特别仰慕的，能满足他们虚荣心的；要么就是找资产上亿的，能直接帮到他们，像咱们这样的。绝不可能跟你玩感情，人家家里有老婆，没老婆也不会找咱们。那我跟你玩什么呀？我疯了，我自己有钱，我花钱我找一个24小时随叫随到的，像这样的，不挺好的？唐总螃蟹好了，你们可以吃了。啊，这么快？哎，这个黄酒热了一下，也放点姜片啊。哎，要不你别走了，一块吃吧。哎呦，不行，我这孩子一个人在家里，我也不放心。这捡那绳儿，没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你等会儿，这螃蟹都是给我的。嗯，你拿2盒走吧。哎，不用，不吃那玩意儿。你不爱吃，给树苗吃。我拿几个去？哎，拿着吧，我一个人也吃不了。这，给您拿4盒，我拿走2盒。谢谢兰姐呗。哟，谢谢您。不客气。行，那你们慢慢吃。好，好。哎，我把这给咱放锅里，一会儿凉了，咱俩慢慢吃啊。你要真的没对他动手的话，哎，那我就动手了啊！你不都有了吗？多多益善啊！我不跟你抢食吃。你真不吃啊？嗯。哎，你跟他真的没那个？什么都没有。不可能。
我发誓。你别发誓，发誓就没劲了。哎，我问你，你跟他怎么认识的？1997年，那是一个春天。那这么说来，他是你的福星了，是吧？你说你当初什么德行，现在什么德行？那你到底喜不喜欢他？我告诉你，喜欢他你就主动一点。女人主动点不可怕，你看七仙女都主动。七仙女要不拖着董永，那他俩能好？人七仙女都不在天上待着，人都下来了，麻烦您也下来，成不成？我也不想待着，我也要马上行动起来。我应该怎么做？生扑。我明白，拉出去，直接上酒店开房。我走了。你现在别走，你现在走我怎么办？我是跟你讲这个道理，你可以明天走。我做不出来。你怎么那么怂呢？哎呦，哎，你还没跟我说，就是他把你，最后拉哪儿去了？谁把谁拉哪儿去了？就是第一次你们俩，我就觉得奇怪，他是把你送到他家。我第一次跟他在一起，我也喝多了，而且我们到了他家里，但是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什么都别说了，我保证这个男人他妈的他心里有你。我结过3次婚，我给你随了3次份子钱。你以后结婚我随你10份。我告诉你，我知道这个男的想什么。他如果不喜欢你，他疯了。10多年，
鞍前马后，给你当司机，当保姆，给你当保镖，当管家，什么都给你码得齐齐的。你告诉我，他不喜欢你，他喜欢谁？你心里面难受的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喜欢你不跟你说？为什么呀？我帮你分析啊。当年他是一个外地来京的务工人员，有一个姑娘。当年你什么都不是，他如果沾上你，是不是要给你添负担，或者说你给他添负担？他没说，他就那么点钱，他得紧着他姑娘，这很正常。现在您什么都有了，他就算喜欢你，他也不好意思跟你说，因为他在这儿，你在这儿。一女的在这儿，一男的在这儿，90%的女的都敢说这话，但是一男的在这儿，一女的在这儿。男的忒好面儿，男的太在乎这个了。但是你如果不在乎，你如果胆子大一点，明天就这么跟他说：杨树，我约你度周末温泉酒店，你看成不成？要是成，他同意，什么都别说；要是不同意，也可以什么都别说了。那你接着说，我到底说什么？这个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呢，你得知道自己什么状态。你38了吧？38了，你想不想要孩子？想要，肯定想要。想要孩子，你要先给孩子找一个爹呀。你的孩子爹在哪儿呢？爹呢？亲爹呢？在哪儿呢？哪儿呢？你孩子爹都没有，你后半生怎么过呀？人这一辈子就这样，得对自己好一点。我没说我想要孩子，我在说，你听我说行不行？我在说，我在分析你。人这一辈子，能吃能喝能跑能笑能跳能闹能哭的日子就几十年，除去工作加班赚钱尔虞我诈争权夺利，剩下的按天计算，我不觉得有很多很多的时光能够让你独自一个人浪费生命等待爱情。去他妈的，爱情不是等的。